2013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在南投。我有去那个台北那个 Apple 直营店，然后当过保全做1年半，然后保全离开之后去。5月25号到28号，欢迎全国优秀选手一起来，乐在南投。2013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然后副场地因为没有人转播，所以他们就是找我们这种素人主持，然后我就回来这个行业。OK。今年也有播 HBO 的遗嘱，就甲组遗嘱都有。OK， 了解。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是我们主要都在高雄就雄中。对，雄中体育。所以等等片头完，然后2013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在南投。然后麦克风要对这样，稍微靠近嘴巴一点。好，这样可以好。可以。5月25号到28号，欢迎全国优秀选手一起来，乐在南投。优秀选手一起来，乐在南投。就等等讲话。障碍国民运动会在南投。那一段就好。好。5月25号到28号，欢迎全国优秀选手一起来。你们单位 Q 我。乐在南投。2013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在南投。5月25号到28号，欢迎全国优秀选手一起来，乐在南投。Hello， 全国喜爱篮球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早安。欢迎透过 Hot Sports 的现场直播，欢迎透过我们的镜头一起来欣赏113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待会要来进行的比赛呢，将会是篮球的赛事。您好，我是这场比赛的主播周伟林，在我身旁的是我们本次这个全障运篮球项目的裁判长许博仁老师。这场比赛将由我们2位为大家带来球赛解说的服务。老师早安。早安。好，稍后在我们南投的埔里国小要来进行的比赛是篮球项目。那这个篮球项目比较特殊的是，它是这个特奥篮球。对，那特奥篮球好像过往球迷朋友们比较少认识。那也请我们的裁判长许博仁老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特奥篮球它的这个规则跟它。比方说，因为特奥它是因为篮球有我们这一次就是有比较多4种的障碍类别，然后这个障碍类别是特奥篮球，然后还有其他像听觉啦，还有其他的障碍项目，那也请老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好，那我们的特奥篮球主要是针对智能障碍者、智能障碍成人或智能障碍选手。那在我们的全国身心障碍运动会里面，其实只有只限智能障碍者可以参加这项比赛。那我们的特奥呢，主要跟目前的一般的篮球一样，都蛮流行的，有5人制跟3人制。那5人制跟3人制。对，那在我们自己的除了全国身障运动会以外，我们在中华台北特奥会或是国际特奥会推展的篮球项目，我们还有一个叫做融合的比赛，就是融合篮球。那主要也是有3人制跟5人制，所以在我们的特殊奥运里面，在篮球的组别项目其实是非常的多、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多元，这样子会因应这次赛事的状况，或者是国际融合教育，或者是一般身心障碍运动推广的一个趋势，去朝向去因应这样比赛。那我们的全国身障运动会呢，这次我们在往年的比赛，因为因应3对3是国际世界的潮流，对，也是我们国际身心障碍运动会有关特殊奥运比赛的一个趋势，所以目前呢，在国际的趋势，所以在
这几年呢，台湾也在蓬勃发展这一项特奥篮球3对3的一个项目，这样子。好，所以特奥篮球，刚刚老师有讲到说，因为我们国际赛有打这个融合的赛制，就是有一般生，另外还有特殊障碍的学生。那待会我们在埔里国小要来进行的特奥篮球的话，它是3对3的赛事，然后它是专属于特奥学生的一个比赛。是。好，待会在我们的这个南投的埔里国小进行的是特奥篮球的赛事。那同一时间呢，在我们隔壁这个南投的埔里国中，对，进行的是另外一项的篮球，就是听奥学生专属的一个篮球比赛是吗？好，画面上看到的就是南投的埔里国小。稍后这场比赛即将展开。那待会要来进行的比赛呢，将会有7场的赛事。第一场的比赛将会是女子组的赛事，将要由宜兰县队对上的是台中市队。所以待会的7场比赛都请观众朋友持续的锁定我们 Hot Sports 的现场直播。另外，同一时间你也可以透过我们的镜头一起来欣赏其他的项目，包含了田径，另外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篮球项目的赛事。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全障运，其实障碍项目有蛮多种类别的。因为像我昨天转播的射箭，它是属于肢体障碍的选手。是。对。那其他障碍类别，也可以请老师来介绍一下吗？其他障碍类别的话，以听障来说的话，其实就是针对双耳55分贝以上，必须具备有ICSD 的国际的听障的一个检验过的，才可以参加我们听障奥运的听障相关的竞赛。那特殊奥运呢，就是必须要符合在我们台湾的全国生障运是必须要具备身心障碍，而且是属于第1类 V 7.1或者是我们唐氏症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具备资格才可以参加这一项比赛。那肢体障碍的比赛或者是视觉障碍的比赛，就必须经过我们帕总的分级的鉴定，在赛前可能在报名前1年就要进行这些分级鉴定的不同。那我们就是在我们台湾的身障比赛，就是依照不同参与者的能力，或者是不同他的身体的障碍的部位等等的，依据不同的障碍类别，他的特殊需求去做适合他的一个比赛的一个设计或设计。对对对。好，因为像我以前有转播过这个帕运的桌球赛事，那桌球当然它分的类别又比较多种，像1到11级，所以像这个特奥篮球，就特奥就是特殊奥运嘛，对，那它也是有其他的检验的一个类别。对，好，老师，那您现在同一时间另外的其他身份，你也是就是包含我们台湾这个特殊运动相关的一些类别吗？也请老师来介绍一下您的背景。对，我本身是国立台南大学附属启聪学校的体育老师，那在学校主要是从事听觉障碍的体育课教学及我们的智能障碍学生的体育课教学。那也是发展我们中华台北自己本身也在中华台北特奥会担任裁判委员会的一个召集人的工作。那协助推展在我们台湾地区或者是亚洲地区的一些裁判事务啊，或者是裁判竞赛的一个规划。这些的工作，那也感谢教育部体育署，还有我们中华台北特奥会及很多县市政府的大力支持。那最重要的还是，其实在教育部体育署，这几年从106年开始的适应体育计划、学校体育计划的一个推展，那也包含在去年特殊教育法也通过了，所有的一般学校、特殊学校或者是一般学校的特教班、资源班、普通班里面的，只要具备身心障碍、特殊需求。有服务的学生都必须要提供适应体育、身心障碍教学的一些学习的一个服务，这也是教育部体育署这几年从106年到现在发展的一个重点。好，同一时间在我们主播台的左方有蛮多我们这个裁判长许博仁老师的亲朋好友。对，应该老师您也是第一次担任转播嘛？对，好，没关系，我们比赛蛮多的，然后刚听老师这样一连串讲起来，感觉就是非常专业，而且你以第一次担任球评来说，我觉得哇，表现非常非常棒。谢谢。对，好，刚刚老师有讲到说，就是这个比赛是111年开始的，111年开始，所以这一次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应该算全台湾第2次嘛？对。哇，第2次有这个特奥篮球的转播。不过在我们特殊奥运全国的特殊奥运的
中华台北特奥会办的比赛啊，其实我们已经从100年到99年开始，其实在台湾特奥篮球已经发展了10多年的10多年的时间。对，那在上一届列入正式的一个项目。是。好，因为平常我小时候也就是打篮球起来的，虽然我不是运动员啊，但是因为我国中的时候讲一个比较就是听起来可能。好，就是我国中的时候，其实我曾经报考过这个松山高中的 HBO 的篮球队啦，所以小时候曾经也有过篮球梦。那这样一路长大起来，其实也看到非常多喜爱篮球的同学们，包含了我们现在场上蛮多的这个身心障碍的朋友。那身心障碍的朋友，当然平常可能在学校从事运动的机会并不多。那这一次有这个机会可以让大家聚集在一起，而且又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转播团队，然后在这么好的一个场地，让他们来进行这个2年1度的全国身心障碍运动会，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比赛了。是。好，待会第一场比赛就是女子组的赛事，将由宜兰县队对上的是台中市队。那这个是在我们女生的分组是 A 组的，是我们女生的分组的 B 组。那我们女生这次参赛队伍总共有7队，7个县市。那我们按照在第一天的时候，按照能力分组有3队跟4队，那这是我们的 B 组。那在 B 组有4队打循环赛，那他们在昨天的比赛都已经各取得2胜。那今天其实谁赢就是这一场比赛的冠军这样子。是。那这2队其实也是我们传统在特殊奥运里面推展蛮久的一个学校。那以宜兰县来说，就是我们的头城家商。是。对，就是以头城家商为基底。那台中市呢，是以台中市的那个新大富农。新大富农。对，新大富农为基本的班底。那也就是台中市政府也大力的支持在特奥的运动发展，因为他们也是上一届主办的城市，那他们非常重视特奥篮球的一个发展，所以在上一届就是跟体育署共同的合作，争取了把这个项目列入了正式比赛。哇，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应该算一个创举了，就是让这个篮球项目特奥篮球项目可以持续的在我们这个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里面。是对，那刚老师介绍到台中市的这些学生是来自于新大附农。对，新大附农可能过往蛮多球迷可能知道说，这个学校棒球其实发展的蛮不错的，是也出产蛮多的职棒选手。好，这场比赛即将要正式展开了，在场上现在身着红色跟蓝色上衣的，则是来自于宜兰县的学校。那另外身着蓝色浅色上衣的，就是来自于台中市的同学。好，那这个比赛正式展开。那这个比赛是打10分钟的时间，对。然后得到1球的话是1分嘛，那3分线外是得到2分。好，中距离的出手没有碰到篮筐。那这个比赛它还有其他比较特殊的规则吗？比方说像进攻时间还是其他的吗？我们在国际的一般人的3对3里面是进攻时间是12秒。那在我们特殊奥运的话，其实因为考虑到我们特奥选手他们在反应或者是一些在传球能力的上面，我们就有调整到14秒，这也是符合国际特奥会的一个规则。那除此之外，最大不一样的地方是，一般人的3对3比赛是自己的选手只能在自己的选手区，那没有教练的指导。对，那在我们的特殊奥运呢，因为特殊性，所以必须要有教练指导才可以继续执行这项比赛。所以我们是允许教练可以坐在休息区。OK。那除此之外，在国际的3对3，一般人的3对3是4个人，一队是4个人。那我们考虑到特奥运动员的能力，所以我们是一队是5个人这样子。好，第一球是由台中市队背号8号的选手投进了一个打板球。目前的分数是1比0。那台中市队背号8号的选手，所以是蔡婉蓉。蔡婉蓉同学投进了这场比赛的第1分。那我们的8号的那个蔡婉蓉同学，其实也是在历年的台中市办理的室内的台中市的身障运动会，也是特奥篮球
3连霸、4连霸的金牌选手哦，所以他是基本的班底。对，那我们也很不简单，其实我们的特奥运动员要养成长久的一个规律运动习惯，其实是我们身为老师的，希望他们可以在毕业后也可以继续参与这样的活动。是。哇，所以这个背号8号台中市队的蔡婉容选手，刚老师讲过说他是金牌，曾经拿过金牌的选手，所以刚刚看他那个投篮动作，就看得出来他的基本动作是非常的好的。好，这个球在篮底下有一个哨音的出现。那我这边也补充一下，其实，在我们的特奥篮球的项目里面，主要参赛的选手主要都是我们智能障碍，在智能障碍的程度里面是比较属于轻度的智能障碍者为主，因为它篮球是比较属于一个复杂性的运动，需要了解更多的规则或者是一些尝试这样姿势这样子，所以在2次运球啊、走步这些，他们是我们智能障碍者在学习篮球一开始最大的阻碍。所以相较于其他特奥项目，如果比较中重度或者是比较严重的学生的话，其实严重的智能障碍者的话，大部分都是参加个人的项目为主。好，那刚刚的那个罚球好像虽然有投进了，但是最后分数没有记上去。目前依旧是台中市队1比0暂时领先。球权在台中市队的手上。篮下出手没有进攻篮板，蔡婉容再拿到好球，打板得分，连续得到了2分。那另外，台中县队把他们背号5号的选手给换了上来，背号5号是苏嘉玉。所以比赛会有4名的选手嘛，一队5名。哦，一队会有5名的选手，然后同时在场上是3位选手，所以会有2位的替补选手。是。那蔡婉容同学感觉她的身高应该也是蛮不错的。是。因为虽然没有看到数据哦，但是像目测可能应该有超过170公分嘛。因为在场上他也是最高的高度。目前2比0，台中市队暂时领先。蔡婉容切入了好球，上篮出手得分，连得到3分了。距离比赛结束还有6分半钟，比赛是打10分钟的赛制。收球再传进去，但这个转身被宜兰县队给抄走。所以以3对3的比赛来说，当然它跟5打5的比赛程度又不一样哦。我们先回到场上，这是有同学的眼镜被打掉了，宜兰县队的同学。哦，希望他没有事哦，因为当然戴着眼镜打球的时候，最怕的就是球打到脸，哇，流血了。对，可能他的眼镜刮到脸上了，所以流血了，要赶快再换一位选手。宜兰县队要把背号6号的同学给换上来。6号林心宇，林心宇。好，所以老师现在要来检查的是林心宇同学的左手好像有一个就是手势啊，一个红色的像是手链啊，所以老师可能要确认一下，说会不会影响到比赛。好，这边有个空档机会，又是蔡婉容把握住，上篮的出手得分。这场比赛4分都是台中市的背号8号蔡婉容同学所得到的。蔡婉容又拿球了，又是一样走右边，哇，轻松的上篮出手得分，连得到了5分。好，所以想请教老师，在训练特殊生的训练上面，当然3对3跟5打5又比较不一样嘛。是。那3对3的话，是不是说可能在技战术上会
需要比较简单一点，然后让同学更能够记起来吗？还是说在训练上有什么比较不一样的方式？其实以我们的特奥的训练来说，依照学生的个别化，依照特奥选手的个别化的能力去做调整。那有些选手他是比较适合投篮，有些选手比较适合抢篮板或是传球的部分。那依照他的身材或者他的运动能力去做些微的调整。那如果他比较不适合参加这个项目，我们就会调整他去参加其他项目。那如果以3对3来说的话，我们应该是要尽量选手是以3个人的战力其实是要差不多，不能差太多的，因为他的来回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在很多的规则其实是我们比较更着重的，因为像我们在一开始在训练的时候我们的特奥运动员最常忘记的忽略的就是要回场，要双脚回场这件事情，然后还有篮下3秒这件事情，因为常常需要教练的提醒才有办法去完成。是，对，所以回场要双脚离开，然后3分线外。对，是。然后还有对方投进的时候，自己不能去碰，自己队的不能去碰球。OK。那其实，在我们特奥运动还有最大就是，只要罚球的时候，常常都需要裁判的协助指导。因为比较少有互相比赛，就是一些参赛的经验这样子。我们特奥运动员。对，所以现在场上老师也指点一下同学说，在罚球时候的站位了。是。好，宜兰县队的罚球。刚这个罚球是不是有踩到线吗？还是说有同学比较早进场？等于说刚那个罚球那是不算的，对。好，所以场边现在应该是有一个暂停的出现了，应该是身着这个浅色蓝色上衣的宜兰县队的老师，现在喊了一个暂停。因为比赛其实也打了已经将近一半了，剩4分多钟。那宜兰县队是还没有得分的。那这一场如果谁获胜的话，就是这一组级别的一个冠军。所以是 B 组的，等于说 B 组的冠军赛了。对。以现在宜兰县队来说，因为对方这个台中市队的蔡文荣同学已经得到了6分了。那在比赛上，如果老师您是宜兰县队的教练，那这个时候你会怎么跟同学来提点呢？其实如果提点，大概就是2个人或者3个人去守他，因为会发现其他选手其实都没有在出手。对，其他2位其实都没有出，都负责在传球给他而已。对。所以其他同学几乎，哇，这是比较少数进攻篮筐的机会哦。所以这一次宜兰县队的策略就比较成功了。好，这个球最后又被蔡伟荣给抄走。那前面其实蔡伟荣是有发生走步违例的，就是在对方 double team 的情况下，然后让他发生了失误。那因为我们特奥比赛主要还是以能力的状况为调整，所以裁判也会依照这一组级别两队的能力去做规则上的一些调整、放松、放宽一点点这样子。就在哨音上可能会再稍微以同学的程度来调整。对。好，比较可惜哦，宜兰县队其实已经迫使了台中市队发生失误。不过刚刚的这个传球自己也发生了失误。因为以刚刚这场比赛看起来，可能同学们在反应上，有的时候在接球的时候会稍微比较慢一点点。哇，又是蔡文荣，同样都是走右边哦。右侧的上篮出手得分，连续7分的得分。这传球被蔡文荣给抄走。迫使他发生了走步违例，所以这是宜兰县队很成功的一次防守。所以在这一场有发现，就是其实我们在裁判在尺度上其实是有比较宽松一点点的。所以包含刚刚这个拿球的死球状态的时候，宜兰县队背号8号的林怡怡同学，他就是有这个双手撑膝盖。对，那刚裁判老师也有稍微询问一下他的状况。所以虽然当然篮球是一个竞技项目，但因为是这个特奥篮球的项目，所以裁判其实也非常体贴同学们。所以我们就是以一种嘉年华大家欢乐的方式来进行这样比赛。没错，对，老师刚刚讲的这个嘉年华，我非常同意哦。就是以这几天我转播
下来，感觉当然场上比赛是一回事，比赛当然一定会有输有赢了，但同一时间其实同学们或是选手们也是以球会友，然后透过这个机会在场上交朋友，所以我们的气氛都比较欢乐一点。对。而且在我们埔里国小啊，这个2楼其实有非常多同学都在观看比赛，应该也是很少数能够让这些就是特殊身心障碍的朋友，在一个比赛里面，然后有这么多球迷朋友来观赏，然后又有一个这个专业的转播团队跟专业的球评来评点场上的表现哦，而且这个画面都会在网络 YouTube 上都可以留下来的。中距离跳投出手有了，好球！哇，宜兰县队破蛋喽！而且这个好像是一个，这应该是个1分的得分了，因为是在这个罚球线附近的跳投出手。虽然目前分数差了6分哦，但至少在比赛还剩1分50秒的时候先破蛋了。应该是一个14秒的进攻威力。好，14秒的进攻为例，那球权要回给现在身着蓝色浅色上衣的宜兰县队。好，这个传球被台中市队给抄走。所以刚刚这样短距离的传球，可能同学被抄球的机会会比较高了。所以在传球上面，就不知道老师会有给同学比较不一样的建议吗？是不是说可能要稍微拉出来，还是说在传球上面有什么需要特别提点的地方？其实以我来说，如果传球能力没有很好啊，最好是自己运球出来，会比较保险一点。对，就你可能不擅长那件事情，你就不要常做了。对。好，在罚球线附近收球，剩下1秒钟的进攻时间。这应该又是一次的进攻为例哦。好，距离比赛结束剩下不到1分钟，又是蔡伟仁同学拿球了，切入上篮出手得分。哇，台中市队的8分哦，全部都是背号8号的蔡伟荣选手个人所得到的。从他的身高跟他的运动能力看得出来，他真的。就像老师介绍到，他过往拿过非常多的金牌哦，看得出来他的身手真的非常的好。好，这个防守篮板被蔡婉蓉同学拿到，哇，3分线外的传球，哇，但这个球线比较长哦。剩下最后的19.8秒。这是女生组的 B 组的冠军战了。进攻时间剩下最后5秒钟，宜兰县队还要再一次的传球，但这个传球就被蔡文仁同学给拿走了。3分线外的挑投出手，哇，碰到框了，差一点点，哇，但这个意思也到了。好，这场比赛的时间终了，恭喜身着红色跟深蓝色上衣的台中市队，哇，中场就是在蔡伟荣同学连得8分的情况下哦，以8比1， 7分的差距拿下了女生 B 组的冠军。所以也恭喜台中市，这次拿到了第1面特奥篮球的金牌。恭喜他们。哇，所以这个蔡伟荣同学在可能之后是不是我们国际赛的话也会看到他的身影嘛？他其实在我印象中，他好像不只是参加特奥篮球，其实他在其他我们国内的特殊奥运的比赛，他也是我们足球啊，或者是羽球等等其他项目的选手。所以就是蛮多同学，他可能除了参加篮球之外，像刚刚老师讲到蔡伟仁同学，他还有参加其他项目。好，这是第1场比赛，也恭喜台中市队拿下了 B 组的冠军。好，那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下，待会要来看到的下一场比赛将会是女子组的赛事，由台南市队对上的是基隆市队。稍后依旧是在南投的埔里国小要来进行赛事，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等再回到比赛的现场。
其实在他们自己的 HBL 其实也是传统的名校。对，包含了基隆商工啊，也是 HBL 的名校之一。对，那新化高工也曾经拿过一组 HBL 的金牌。哦。好，这球应该脚步上比较不干净，是一个走步违例。啊，另外基隆商工当然他现在也出了蛮多的直篮选手，包含了现在这个新竹工程师的李佳瑞啦，然后另外还有新北国王的王柏志也是出生自基隆商工。所以基隆商工除了是一般篮球之外，他们在发展特殊篮球，其实也是发展的非常的好。好，这个传球，传的蛮到位的哦，篮底下出手有了。这是台南市背号1号的选手在篮底下得到了分数，台南市现在2比0领先了。好，收球。哇，要找人的时候跌跌撞撞，但还是有传到同学的手上。篮底下出手应该是一个打手，应该是由肖瑜儒来罚球。那前一波在篮底下得分的是台南市队背号1号的蔡妮如。刚得分的蔡妮如在场上目前感觉也是应该是球队阵中的第一高度了。好，肖雨茹同学要来罚球。肖雨茹就是我前面有介绍到说，这个读球边的时候守对方非常认真的一位选手。好，罚球出手没有。对基隆市来说，刚刚比较可惜了，传球发生了一个失误。这边应该是一个2次运球，所以想请教老师，在3对3的比赛中，以特殊生来说，在战术上有没有什么最基本的？比方说可能 pick and roll 或是其他的战术，会来先让同学们来运用吗？其实最简单的，我们在教导学生都是以挡切的战术，来教导学生，这样就是必须要帮忙挡，因为只要挡的话，防守者其实他都会混淆了这样子。对。所以就是最基本的挡切战术了，因为场上也只有3个人嘛，就是1对3个人。那你挡完了，如果你有确实的挡人的话，其实得分的机会应该就会比较高了。好，第2次的跳投出手差一点点，其实刚第1次的出手蛮不错的，抓一个时间差，可是没有投进。那我们台南市代表队班底新化高工也在1个月前，我们办的全国特奥篮球比赛拿下 A 组的全国的第2名。所以是之前 A 组的等于说是亚军呢。对。所以也是一支实力非常好的学校。目前比赛打了3分多钟，台南市队是2比0暂时的领先。基隆市队的进攻。这个传球又被基隆市队3号的选手给守了下来，精彩的一次防守，迫使了基隆市队发生了一次14秒的进攻违例。好，场边现在应该有一个暂停的出现了，是2分落后的基隆市队要来喊出了暂停。基隆市以基隆商工为班底，他们这几年其实也跟教育部体育署申请了很多适应体育的计划。那他们着重发展在特奥的篮球、还有巧固球以及毽球这几个领域。那在学校推展身心障碍运动也是非常的蓬勃。那甚至也影响了很多基隆市的学校共襄盛举，一起参与这项盛事适应体育的推展。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就是当然自己的学校发展得很好，那其他学校可能发现之后也觉得说，哦，原来这个篮球项目可以让就是特殊生能够一起来参与。而且当然篮球因为它是一个快节奏的比赛，所以在场上应该同学们会感觉到特别不一样，就是速度很快，然后又是有一个实际对战的感觉。
那想请教老师，在这个3对3的暂停时间是有多久？应该是有1分钟吗？还是说？对，因为他的休息时间应该是暂停1分钟。暂停1分钟。对，每队是只有1次的暂停，然后1次是60秒。好，台南市的进攻，第1次的出手没有，第2次有了。背号3号的同学得到了分数。这边裁判哨音又响，又是一个走步的违例。好，刚刚得分的应该是台南市队背号3号的肖瑜如同学。这边裁判的哨音又响。那犯规的次数上面有什么样比较特别的？比方说，因为5打5可能是5次犯规会提前离场。那以我们3对3就是比照国际的一般规则，那在第1次到第6次犯规，只要投篮的犯规，我们一律都是罚球1球。然后在第7、第8次以上的话，就是罚球2次。罚球2次。对，那10次以上就是罚球2次及球权。那我们也就是配合一般的比赛项目去做相同的一个方式。好，这个球在篮底下得到分数了。刚刚应该是基隆市队的得分了，但因为现场的计分板记得分数是2比2，但其实刚应该好像台南是有再得到1分。3比1。哦，对，应该是3比1。下面是犯规。对，上面是分数，下面是犯规了。刚这个隐形眼镜秀瓜回挥哦，看不太清楚。拍摄，所以台南市现在应该是3比1，2分领先没错了。好，距离比赛结束还有5分10秒钟。这边是下球上被抓了一个2运，这在我们特奥运动员上其实很常发生，所以他们常常都会忘记。所以就是在收球的时候，可能就要多提醒，可能场边的教练会多提醒同学说。哦，这时候你已经收球了，要赶快传球。没错。哇，这个运球其实蛮不错的，已经闪过了防守者，然后防守者还是赔上了犯规。这边要有1次的罚球。台南市队背号3号的肖雨茹同学。出来，他的斗志非常的好哦。从比赛第1分钟开始，在防守上跟进攻端都表现得非常的好。可惜刚的罚球是没有得到分数，违例打到板子。但现在是不是刚进攻时间好像稍微比较晚开表？这边有一个哨音的出现。以特奥篮球的同学们来说，平常练球的时间大概频率会是多高？以我们目前的现况，因为我们特奥的运动项目真的太多了，那大概如果能1个礼拜练1次，我觉得就还不容易了，就不容易。那如果在比赛前，如果至少可以维持8周到12周的训练，连续的话每周2次，那我觉得就蛮值得给鼓励的。因为我们特奥运动员其实，真的是要学校老师还有家长的支持，不然的话他们很少会自己主动去运动。因为我这个还是要提供机会给他们参与。是，哇，8周到12周，就等于是说有2、3个月的时间，然后每个月2次的这种训练。所以最好是在学校配合学校的社团啊，或者是体育课。那因为我们台湾的发展的生态都是以国高中的学生为主，那在国外其实都是以18岁以上的智能障碍成人为主。所以在国外就是我们都看到我们年纪都比较小一点。是的。所以台湾我们是反而是年纪小的同学发展的比较好。对。这边裁判哨音又响。
台南市这边应该要换人了。现在刚刚有得分的背号1号的蔡妮如同学退场，换上应该是背号4号的林奕晨同学。2分差，这是女生 B 组的季军战。好，台南市队的传球发生了失误，回到基隆市队手上，两队只有2分差哦。大阪的出手没有碰到篮筐，传到了篮底下。哦，这边hustle play 是一个 jump ball。 所以 jump ball 的话也是球权轮替，好，所以 jump ball 球权轮替要回到台南市队的手上，还有2分40秒，这场比赛结束。传到了左侧，中距离的出手没有碰到篮筐。以训练上来说，那他们比方说如果要训练投篮的准度的话， 那个次数的拿捏大概要多少？比方说，如果要以中距离或是罚球的训练来讲的话，在我们一般的教学，我都会最主要是先从篮底下开始，然后是打板打那个白色的框线那边开始练习，稳定性之后再慢慢的往后延。因为我们特奥运动员常常都会投篮，就是只会站着投，不会靠用下半身的力量去投篮。是，对，他就是要采工作分析法，一步一步的步骤一个步骤指导他们这样子。 所以一开始先在篮底下先以打板，然后打到那个篮筐旁边的那个白色框白线。好，老师您刚刚有介绍到一个什么工作分析法，可以跟麻烦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在我们的适应体育的身心障碍教学方面的话，其实我们常会说分解动作。那我们因为特奥运动员他们在认知受限的状况下，必须要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指导他们。 所以在篮球教育，比如说在投篮的时候，我们就会先教导学生膝盖蹲、手举直、球后旋，膝盖蹲、手举直、球后旋，用提字法的方式让他们先了解投篮的原理，然后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分解出来，再做连贯的动作，这样子。是。所以教学上就是以这个分解动作，然后让同学慢慢的了解这个投篮的感觉。是。 好，篮底下出手，差一点点，第2次，没有在一起，比较可惜，再传出来。刚基隆是一度有机会把分数给追进哦，可惜没有投进。那落后方的基隆市队犯规次数也比较多了。好，台南市要再度更换选手。 把刚刚稍微下场休息一下下的背号1号的蔡妮如同学给再换上来。好，准备要进入到篮筐底下喽，出手差一点点，抢到进攻篮板再补也没有，第2度再起。啊，这边基隆市队赔偿犯规了，球进不算。 台南市这边就是在这场比赛里面争抢进攻篮板的意识是非常好的。现在要换背号2号的蔡永杰同学要来罚球。现在进到加罚状态，第7犯，所以要罚球2次。哦，对，第7犯，刚老师介绍到罚球2次。哦。 第1罚罚进了，空心球，好球。所以罚2个球，那球权是给对手。对，是。不过没罚进，还是要抢篮板哦。好，第1罚有罚进的哦，第2罚差一点点，篮板球，进攻篮板自己再抓到，再起，进攻篮板第2个，哇！但这个球落下来的时候没有抓稳哦，球出界。 但这个球应该是被基隆市的同学给拨出界外的。比赛剩下不到1分钟，基隆市队目前落后3分哦，虽然没有很多，但是因为比赛时间真的剩不多喽，剩不到40秒钟。
攻时间剩下5秒钟，篮底下的出手没有，进攻篮板再捡到之后出手得分，好球。所以这场比赛落后的基隆狮队，感觉就是他们的防守篮板可能抓的比较没有那么多。剩下最后的20秒钟。基隆狮队的运球又被对方给抄走，比较可惜了。所以现在4分的领先，剩下最后不到5秒钟。再传到篮底下，进攻时间还有啊，好球！哇，在比赛时间到点前，台南市队在篮底下，背号1号的蔡妮如同学再度得到了分数，所以恭喜这场比赛最后就是由台南市队以6比1。5分的差距击败了基隆市队，拿下了这个分组，应该是女子组 B 组的季军，也恭喜台南市队，恭喜台南市。好，在这场比赛结束过后，下一场比赛是今天女子组的最后一场的赛事，女子组的 A 组将要由花莲县队对上的是台东县队。好，那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等等再回到台南。这应该是南投的埔里国小，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等再回来。队是身着这个荧光绿的上衣，那花莲县队是身着白色的浅色上衣。
刚刚转播回来，我笑是因为那个花莲县同学刚在这个喊声的时候喊得很大声哦，然后有同学自己都捂着耳朵，觉得好像喊太大声，有点太热情了。所以我们特奥的就是会有一个能力分组，所以大家可以明显看到，我们 A 组跟迷一组其实在能力上其实有差距的。对，这个是 A 组的冠亚军战。以刚刚同学的这几个传球，就感觉出来这个分组，应该说分级其实是真的有必要的。所以那这个分级的界定是依照我们在第一天的星期六的比赛一整天，就是我们做我们的能力评估的一分组，依照他们的团队战力跟个人的战力，还有他们的欺骗分数，也有些选手也会装一些分数，那我们就整体按照我们审判委员以及我们的裁判一起去能力评估的。老师也提到说装分数，是说同学可能会装说没有这么强哦。对，我想要到比较弱的那一组去打。哇，刚看同学那个上篮切入速度非常的快。但其实我们在东部，台湾的东部的特奥其实发展都非常好，我们每次只要遇到东部来的学校，其实都很紧张。因为以台东县队的同学。看起来应该有2位，应该是原住民同学吧，不太确定。但花莲全部都是。花莲全部都是。就感觉出来他们那个运动能力真的哇，那个一上来想说哇塞，这真的有够快的。好，外围的跳投出手没有，进攻篮板抓到之后在篮底下，出手也没有，所以这个激烈程度又更强了。跑流线附近跳投出手没有。台东县队的进攻，没有人防守的情况下出手也没进，自己再抓进攻篮板。所以以3对3的比赛来说，因为球的来回的回合会很多嘛，所以抓篮板其实就是一件蛮重要的事情。先踩界外了，所以应该是球进不算的，比较可惜了。是花莲县队刚刚其实在底角的 corner 有一个投进这个3分线外的2分球的出手。wide open， 跳投出手 ，it's good， 好球！台东县队率先得到了分数。台东县队背号11号的邱祖涵选手，率先为球队得到了第1分。这应该是一个5秒没有传球吗？好，又是邱祖涵选手踩在线上。花莲县队进攻。那我们台东县呢是以关山工商的学生为主，那我们的花莲县呢是以玉里高中为班底。玉里高中。那玉里高中也是棒球、篮球也是发展的还蛮不错的学校。好，两边的同学这个时候都走马换将。对，花莲县的同学好像右手。是不是还有带一个可能手势，可能要先拿下来？那带护腕的话，颜色应该是也有界定吗？还是说其实护腕还好，就只要颜色是跟里面衣服是一样，应该就可以。好球！正面的打板出手得分。现在台东县队取得了2分，2比0的领先喽。而且这2分全部都是在这个跳投出手所得到的。远距离跳投出手没有，但是以花莲县队的防守来说，如果你放对方一直有这种空档的跳投机会，对方可能也是会慢慢找到手感。那花莲这几个选手其实本身也是我们特奥足球的国家队的选手。哇！现在场上的这3位嘛，场上2位跟在休息区的有休息区1位。
是我们特奥足球的中华队的选手，所以是篮球跟足球双栖哦。其实对同学来说也是更好，就是你可以从不同运动中去感受到运动的乐趣。虽然台东线外围出头都差一点点，但感觉那个弹道都还蛮直的。这边防守非常的贴身，勉强的出手没进。篮下抢到进攻篮板，再补有了，好球！花莲县队也开张了，1比2，两队1分差。距离比赛结束还有5分20秒钟，看得出来这场冠亚军战两边的实力都非常的接近啊。传球球线比较长哦，球出界。好，花莲县队要再换人。好，所以绑鞋带要换选手。花莲县队背号7号的选手要先退场。所以这也是为了保护同学们的安全。希望说他鞋带一定要有确实的绑紧，所以要请他先回到板凳区。所以在我们特奥比赛都是尽量以鼓励他们参与的方式，多给予掌声。对。刚刚还有一个换手运球哦，哇，好球！跳投出手得分。这基本动作有够好的。台东县队背号12号的同学陈喜恩，好球！这边花莲县队很快也得到分数，3比2，两队1分差。哦，对，裁判老师邵英来得很快哦，抓得很及时。这是12号的陈喜恩同学，刚刚没有回场。对，所以如果是台东县队没有回场，那应该是花莲县队的球权。两队仅仅1分的差距。好，陈喜恩同学有确实回场了。这个切入，裁判的哨音右响，抓的应该是阻挡犯规。且现在应该要有一个罚球的机会。陈喜恩的罚球出手没有。球权回到了花莲县队手上。那刚刚花莲县队的同学好像在防守上就好像比较没有，就是及时，应该说及时反应到说球权在哪里。所以我们特奥运动员在比赛上要让他持续专注这么久，其实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老师刚讲到专注力，以场上的同学来说，平常在训练上面大概时间会多少呢？因为如果专注力没有这么强的情况下，大概都是要训练个20分钟，就休息10分钟，或者训练个30分钟，休息10分钟。那最主要还是要考量到他们能力的那个体能的状态，所以可能20分钟或30分钟就要休息1次这样的。好，场边现在应该是有一个暂停的出现。比赛剩下3分半钟，3比2，两队仅仅1分的差距。那我们在特奥的比赛会发现，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体育老师的一起参与。那像玉里高中，其实有特教老师跟体育老师的跨域的合作。对，那像黄色衣服的这样的玉里高中的体育组长跟他们的特教老师。那在关山工商也是学校的体育组长来亲自带队。是，所以我们也很鼓励很多的体育老师一起来参与我们的特殊奥运的活动。是，所以体育组长跟特教老师都同时来教学，然后一起来带队。好，
好，暂停。在学校是很不容易的一个跨域的一个合作，那这样才有办法把学校的身心障碍运动推展出来。对。尤其是刚老师讲到的这个推广，就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特殊生就是特殊同学，希望能够更有机会来参与运动，不管是篮球或是其他项目都很好。哇，漂亮的上篮，而且这个跨步蛮大的，所以看得出来这个陈喜恩的这个基本动作真的非常的好。这球很拼在篮底下。可能应该是说，在球都已经到地上，但是这边发生一个失误。依旧是3比2，2队1分差。刚场边有喊声说手举高。对，应该是花莲县队的球权。2比3，花莲县队暂时的1分落后，剩下最后的3分钟。两队的犯规次数是各应该是2比1。哦，好球！打板出手得分。哇，花莲县队把比数给追平了，3比3了。哇，紧张喽。所以假设平手的话，会有延长赛吗？还是说会有其他的赛？延长赛就是最终得2分的获胜。吴喜恩。出手切入上篮，出手没进。这段时间快要到点喽。啊，这个传球比较可惜发生了失误。刚刚是花莲县队背号9号的林云轩同学，把球给传出了界外。好，场边又有再度的暂停出现。是两队应该是都把自己的暂停给喊完了，看得出来这场冠军战真的非常的紧张，非常的刺激啊！两队3比3的平手。那这场比赛也是我们女子组今天的最后一场的赛事。在这场女子组的冠亚军战 A 组的冠亚军战结束后，稍后的4场比赛将会是男子组的赛事。现场的设备非常的完善，也是一个高规格的比赛。哇，刚在2楼应该是前面已经比完赛的台南市的同学也跟就是场上的同学们来加油鼓励。大家真的是以球会友，来交朋友的。差一点点，刚是邱祖涵的跳投。时间剩不到5秒钟了，这边好像又有一个哨音的出现。球权要回到台东县队。吴喜恩，还有一个胯下运球切入，左手的上篮出手 ，It's good， 好球！哇，这应该算是 Play of the Game 了。精彩的基本动作，一个胯下运球，然后再从左侧的切入，左手的上篮，而且不确定左手应该不是他的非惯用手，等等要来确认一下。吴喜恩远距离跳投出手没有，篮底下再补也没进。吴喜恩左侧中距离出手 ，in and out， 自己在抓进攻篮板。哇，踩一个脚步高打板，又是一个高难度的出手得分，连得了2分呢，5比3。这个球又被吴喜恩给抄走，所以吴喜恩刚是左手运球了，所以应该左手是他的惯用手。这样对花莲县队来说就比较不利了，时间剩不到1分钟。
在又有着2分的落后。不过我们花莲县的擅长的是3分球，特别是我们8号的田佳怡，他是3分射手。哦，看不到会不会就用这个战术？对。2分差，如果真的，因为他刚其实在这个左侧的 corner 就有投进一个外线，不过可惜刚刚是已经有先踩到底线了，所以球进不算。但真的很难说，时间剩不到1分钟。好，吴喜恩拿球，应该会稍微把进攻时间拖一点点，但是要注意哦。3分线外的出手，2分球出手没有。陈班老师应该抓了一个推人的犯规，然后花莲县队再换选手。最后32.30秒左右，这场比赛要结束。哇，这个运球被吴喜恩给抄走了。吴喜恩自己要投吗？犹豫了一下。哇，3分球来了，2分球有吗？哎，差一点点正面打板。哇，但意识到了，而且就是教到刚老师提到花莲县队背号8号的他们的射手田佳怡。应该还有一次的尝试机会哦！哇，比赛紧张了，场边的同学们开始鼓噪了。10.7秒，5比3，2分落后，外围跳投出手，in and out，差一点点。哇，但都很接近哦。但如果没有抄球的话，那这场比赛应该就要结束喽。吴喜恩领去球波。虽然时间到了，球进不算，但是哇，今天12号的吴喜恩哦，表现非常的好。恭喜台东县队，中场是以5比3，2分的差距拿下了女子组 A 组的冠军。好，我们也再度的恭喜台东县队拿下了比赛的胜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等再回到比赛的现场。好，欢迎您再回到比赛的现场。在看完了前面3组的女子组的比赛之后，接下来的4场比赛将会是男子组的赛事。那第一场的男子组的赛事是D组的赛事，由台中市队对上的是台北市队。
台北市队就是现在画面上看到身着这个深蓝色条纹球衣的球队。那待会儿男子组的组别是 DCBA， 那这个组别是不是说可能他们的这个程度上是比较不一样？对，我们是按照我们特奥的精神跟规则，就是按照能力分组。那第一组的学生呢，第一组的特奥运动员呢，可能在能力上呢，可能没有像 B 组、C 组、A 组的学生的特奥运动员能力这么好。但我们特奥的宗旨就是勇敢尝试，争取胜利，让每一个学生可以，每一个特奥运动员都可以挑战自我。好，台北市是身穿这个蓝色、深蓝色条纹球衣。那台中市队则是身着白色的浅色上衣。那我们台北市队主要的班底是由我们的大安高峰的应届学生。那我们的台中呢非常不容易，是我们的台中的身障体育总会的运动俱乐部，然后去组织而成的。然后我们就有基层训练站在培养我们这些特奥运动员选手。好球！台中市队率先得到了分数，这个切入的速度其实也非常的快。给到篮底下，好球！所以在这一场比赛，其实在裁判的规则的调整呢，就会放得比较宽一点点。刚台中市队哇，这个出手速度非常的快，刚第2分哦，切入到篮底下，连对方回防都还来不及了。好，台北市队运球到篮底下了，这个出手被对方给盖掉。第2次外围的尝试，而且场上两边的球员好像都有一个蛮高的高度，是看起来应该也有接近180公分，特别是台北市全队都其实都蛮壮硕的，身材非常好。对。好，这个传球比较可惜，被台中市给抄走，很快的交到篮底下。裁判哨音响，球进不算，没有双脚回线。对，所以同学在回场的时候特别注意哦，不能只有单脚，要双脚都要回场。好，球没有拿稳，被台中市队给抄走。比赛开打了1分多钟。刚场边教练比较激动，所以裁判老师要稍微提醒一下。台北市队的进攻，这个球线比较长哦，球速界。刚刚差一点点又被台中市给抄走。啊，台中市队在这场比赛祭出的防守是非常加压的。上篮出手差一点点，跳投出手没有碰到篮筐。那这场比赛也是我们第一组的冠亚军决赛。好，第一组的冠亚军战，哇，比赛打1分半钟左右就有第一个暂停的哨音出现。那我们其实也很恭喜，昨天这一组虽然第一组我们的南投县地主队荣获铜牌第3名，但是我们很鼓励他们第一次参赛。那南投县其实在这一次比赛呢，也在全县的努力之下，也鼓励很多学校一起来共襄盛举这项赛会。对，2年1度的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哦，2年前是在台中嘛，对，那这一次则是来到了好山好水的南投。当然也非常谢谢，就是各政府单位的帮忙哦。切入到篮底下，出手没进。今天这场比赛，台中市队的进攻大部分都是切入到篮底下居多，而且他们防守非常的严密哦。快传到了篮底下，背号10号的同学。翻身跳投出手没有，进攻篮板自己再抓到。2次运球，2次运球了。虽然背号6号台中市队同学高度是比对方高半个头的，
但刚刚发生了失误。哦，差一点点鹰眼奥，但意识到了，这投篮准度其实蛮不错的。好，篮底下3秒钟，篮下的3秒为例。然后分数自己都咬很紧哦。对，台中市队的2分都是集中在前面的第1分钟。好，所以裁判老师刚刚是说警告1次嘛，警告应该是这个台中市队背号6号的同学在应该是洗完球之后的防守。那在昨天的比赛，其实6号。台北市的6号选手投进2颗3分球哦，所以台北市一直在用这个战术。对，从刚刚他的那个投篮就感觉出来，其实他的准度是蛮不错的。昨天还投进2颗的3分，第2次篮底下出手也没有，第3次再起有了。这是台中市队背号6号场上的第1高度，这边被抓了一个走步违例。目前台中市队3比0，暂时的领先。很快又切入到篮底下，进攻篮板自己再抓到，再起有了。所以在场上这个3对3真的高度也是很重要的。是，台北是有点慌了，对，紧张。台中市队不仅防守好哦，然后他们切入速度又快。然后场上的高度也够了，哇！再起有了，台中市队背号6号应该是林义乐同学，刚刚连续的得分，帮助了台中市队现在变成了5比0的领先了，比赛才打不到一半。3秒了，又是一个3秒的违例。球权要回给台北市队。对，应该是设计一个外围的战术，有了，好球 ，It's good， 外围的2分球。场边的教练比个赞啊。是，昨天就是全队都是靠他得分。对。台北市队背号6号的于敬祥，好球。好，场边也有一个暂停的出现。刚台北市的教练蛮激动的，刚刚甚至裁判还稍微警告了1次。那刚刚还跟这个台北市队背号6号的于敬祥同学，就是以刚老师来讲这个分解动作，讲得非常仔细哦。然后让他在外围有一个3分线外2分球的战术，所以他也成功的把握住。好，暂停回来，台北市队剩下3分落后，又是一个外围的跳投出手，差一点点，在同样的地方。传到左侧，中距离跳投出手有了，好球，又是林义乐的得分。台北市队现在应该要想办法，可能要把球再交给他们的射手。那这边忙中有错，发生了失误。哇，高难度！哇，他应该是单手把球给抛进了林义乐。台北市队2比7。这传球比较大意了，把球传给了台中市队。哇，外围3分线外是一个打板的2分球，好球！打开了。台中市队背号10号的郑黄明同学，篮底下再起有了。哇，郑黄明是连得了3分呢。刚刚一个哇，应该是3大步3分线距离哦。虽然有点带着 lucky 成分，但是球进就是好球了。
那其实我们台中市代表队的教练潘和坚老师，其实他也是推展了特奥篮球运动10多年，也是我们国家队的教练。射手来了，这次出手没有，远距离，这应该是一个3分线内1步的1分球的中距离出手。篮底下又是郑煌明连续的得分，11比2。11比2，现在两边的分数有点拉开了。台中市队在这个5分钟左右是一波暴打，包含了外围的2分球，而且切入的得分次数也非常的多。我们特奥篮球比赛很少人会直接21分比赛结束，所以其实我们最先得21分获胜，我们在这次比赛还没有看到。是。所以先得到21分，就会提前算是等于说口斗。对对，是的。好，那台中市队可以来挑战看看哦。21分已经得了11分了，剩10分。其实比赛时间还有4分多钟哎。切入到篮底下，打板得分。台北市队的教练则是提醒同学说要把手举起来哦。是。12比2。因为以一般人的3对3来说的话，其实得21分很容易，但对我们特奥运动员是非常不容易的。光是现在其实可以得超过双位数的得分，其实就非常不简单了。是的，12分呢。比赛还有3分47秒，这是第一组的男子组冠军战。外围2分球，哇，差一点点呢，哇。都很接近哎 ，in and out。如果他的队友能够多帮他，可能设计一些可能挡人的战术，让他有更好的出手机会的话，可能进球的几率会更高。是的。一样又是外围的2分球尝试。虽然没碰到框，队友再抓到进攻篮板，篮底下打板出手有了。台中得分，又再度得分。台中市队刚背号9号的周玉泉选手得到了分数，13比2。今天台中市队应该所有的选手几乎都有得分的记录了。哇，好球！又是周玉泉的得分，连续的得分，14比2。这边传球又被台中市队给抄走。林奕乐空档机会没有把握住，再起也没有。林奕乐再度的尝试，还是没进。再一次，这一次有了，空心球破网。林奕乐得分15比2喽，距离21分也剩下6分而已了。6分真的有机会哦。翻身跳投出手没有。滚了一下，滚进去。16比2，感觉出来台北市好像比较慌乱一点点。当然对于台北市来讲这场比赛的强度应该也是他们前所未见的。好，台中市队把球给抄走，漂亮的传球。那这一次周玉泉出手就没进。那刚刚因为台北市队应该是已经喊过暂停了，所以现在应该没有办法再喊暂停，现在换人。台北市队把背号11号的同学萧亚楠给换上来，所以要换哪一位呢？应该要换12号的谢伯安同学下来板凳休息，因为剩1分多钟了。16比2，两队是一个大幅度的差距。外围的尝试，这传球又被台中市队给抄走。切入到篮底下，空档机会，上篮出手有了，好球。
背号10号的郑煌明再度的得分，17比2喽，距离21分，只剩下4分的差距。哦，好球！这是一个3分线外的2分球出手得分。哇，今天投进了2球哦，很不错哎。台北市队的于敬祥，这个射手，今天在这场冠亚军战投进了2记的外线，篮底下出手得分，19了 ，M2 了，距离21分，剩下最后的2分差距。好，球权要回给台北市队，又是射手，这一次没碰到框。感觉台北市队的出手也比较集中在他们背号6号的于敬祥的手上。剩下34秒，最后2分，台中市队就可以提前结束比赛。加啊，又忘记回场。对，比较可惜哦。台北市队背号11号的刚换上来的萧亚楠，可能还没有进入到比赛的状况。台中市队。这一次切入到篮底下有了，哦哟，郑煌明停牌了，停牌了，停牌了，最后1分了，20比4 ，wide open， 这次没碰到框，最后1分了，最后不到7秒钟，外围跳投出手没有，台中市队应该没有再度出手了，哇，比较可惜。好，最后中场比数就是20比4。虽然台中市队没有得到21分哦，提前结束比赛，不过这场比赛他们展现了非常好的实力哦，20比4，大幅度的差距击败了台北市队，拿下了这个分组第1组的冠军。好，所以我们也恭喜台中市队得到了第1组的冠军。稍后要来进行的下一场比赛是男子组的 C 组，将要由屏东县队对上的是台南市队。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等再回到比赛现场。好，欢迎您再度回到埔里国小。你现在收看的是113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一，所以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也进入到倒数的第2天了。今天看到的篮球项目是特奥篮球，那前面看到的男子组的第1组，哇！台中市队跟台北市队的交手，其实两边都打得非常激烈哦。台北市队他们的射手于敬祥单场投进了2颗的这个3分线外的2分球，那台中市队则是全员都有发挥，有中场得到了20分，所以他们就得到了第1组的冠军。好，现在要来看到的是男子组的 C 组，屏东县队要来对上的是台南市队。那这一组的话，其实是以屏东
以屏东县的话，是以嘉东农校的学生为班底。那台南市队呢，最主要是由南大、附冲，以及我们新化高工的学生两个学校共同联合组队。是。所以台南市队是2个学校组成的，所以可能在默契上是不是会培养会需要花比较长的时间？或许对，但其实，在屏东县队非常不容易的，他们的3号的选手其实本身也是一般学校乙组校队的选手，那本身也是我们的特奥运动员。是。屏东县队背号3号的同学，哇，刚刚那个出手速度就是不一样，哇，连续的2球出手得分。屏东县队背号3号的曾奇恩哦，在场上感觉就是快开外挂了。是。刚刚那个第1球，应该第2球得分的时候，场边就是有一阵轻呼声哦。因为在我们埔里国小现场哦，1楼跟2楼的观众区其实都有非常多的球迷在现场加油。包含在2楼，还有前面已经打完比赛的女子组的同学也都还在现场。是。再度的得分，曾奇恩。哇，以这样的进攻效率哦，曾奇恩会不会有机会得到双位数的得分呢？我们拭目以待。曾奇恩又来了，左手的切入换右手上篮出手得分。台南市队这边要准备回场的时候，发生了一个走步违例。目前2队是4分的差距，屏东县队的4分都是集中在曾奇恩1个人的手上。哦，单手的上篮，哇，这个出手算是高难度哦。但刚刚有一个哨音的出现。所以这边屏东县队要来执行罚球。那因为其实我们的选手，其实在3对3里面，只要有一个会特别会打的话，其实是特别突出的话，在另外3个就会非常的难守。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他们都是靠3号选手校队这个选手在得分。对。哦，好球，台南市队也破蛋喽。1比5，曾奇恩，高难度，罚球线附近的跳投出手没进。曾奇恩目前已经个人独得了5分了，又是切入到篮底下。篮板球，好球。屏东县队掌握住了进攻篮板，而且终于有除了曾奇恩之外的选手得到分数了。翻身跳投也没有。曾奇恩又来了，哇，这个基本动作真的非常好。从他的这个包含胯下运球啦，还有运球跟切入上篮的能力。外围的跳投尝试。所以在这个组别是 C 组，那当然前面老师有介绍到各组的这个程度其实是不太一样。那 C 组的这个组别。这个背号3号的曾奇恩，所以他的状况其实你以看外表来说，其实看不出来他是这个特殊生哦。台南市队的进攻，在他们比赛比较辛苦的地方，就是除了攻不进之外，其实也还守不住曾奇恩的进攻。而且真的因为实力真的可能有一段的落差。那是不是对台南市来说更需要把握住在刚刚篮底下，其实有比较靠近篮筐的机会？没错，是的。曾奇恩又来了，但是他刚刚已经放2枪了，因为刚切入其实都防守者都没有贴上来哦。台南市也很紧张。好，这个传球，屏东县队发生了失误，这个队友之间。传球上刚刚发生了失误。好，台南市队要更换选手。
把背号1号的高哲祥给换上来。6比1，还有6分半钟，这场比赛要结束。那其实，在南大附中都是以高一的学生为主，所以在篮球上的经验可能没有相较其他选手来的丰富。哦，好球，篮底下大半得分。刚刚屏东县队又是这个其他选手得分了，所以除了曾启恩之外，其他选手也有得分的能力。当然，台南市队就像老师刚刚讲到了，都是以这个比较低年级的同学为主，所以可能经验上比较缺乏。屏东县队同学带绑鞋带。台南市队目前1比7，6分的落后。中距离跳投出手差一点点，篮板球，防守篮板被曾启恩给掌握住。曾启恩换手运球，切入好球，左侧突破，打板得分，8比1。两边的犯规其实都还蛮节制的。台南市队只有1次的犯规，那屏东县队是还没有任何犯规的。那我们现在这个台南的10号的选手，其实他已经27、28岁了，也非常的不容易，算是我们智能障碍成人里面还可以再持续运动、规律运动到现在的。哦，所以背号10号的徐伟成是。他有27、28岁了，其实看不出来，感觉也是非常热爱运动跟健身。对，而且因为看得出来，真的你有运动的话，你的身心灵其实可以保持得非常的好。是，所以我们在少数的可以看得到我们已经成年的特奥运动员。所以他现在应该白天的话是有其他工作的，然后下课或者就下班之后会去健身或者是运动这样子。所以也非常不容易哦，因为你光上班其实就已经很辛苦了。所以不要说这个特殊生了，光是你一般人，其实你下班后，你还要再去健身房或者你要再去跑步，其实就已经非常不容易。没错，是的。好，场边有暂停的出现，9比1。目前屏东县队靠着他们阵中的主将曾启恩，除了他得分之外，其实其他选手也可以有得分的进账。所以台南市队这场比赛打的就比较吃力一点。那画面上看到屏东县队背号3号的曾启恩，他还烫了一个非常有个性的这个卷发，这个俗称应该是花椰菜头，就是这个宫城良田的发型。剩下4分56秒，这场比赛要结束。屏东县队现在也把曾启恩给换下场，也让其他可能上场时间没那么多的同学，也可以在场上来享受比赛的感觉。因为他前面真的得分像喝水一样啊！篮底下3秒的违例。好，曾启恩要再回来了。曾启恩比了一个战术，但这个战术好像就是自己的切入突破，再度的得分，10比1了。哦，好球，中距离跳投出手有了。台南市队背号3号的黄朝胜得分。曾启恩外围的2分球。光看这个曾启恩的小腿哦，就看得出来，其实非常的粗壮。还有4分05秒，这场比赛要结束，10比2。这个出手比较勉强一点，在有对位的情况下。那我们那个台南市的那个3号黄朝胜，他其实也是我们今年的
明年的冬季奥运的软式曲棍球的选手。哦，软式曲棍球就也是双栖运动的好手。刚刚曾启恩再度的得分。所以想请教老师，因为我昨天转播射箭的时候，听球评有讲到说，就是这些特殊生好像是不是之前会有一些体验营吗？还是说是有什么活动，然后让他们有机会在这个体验营里面，然后来决定说他未来想要从事什么样的运动？其实，在我们体育署在很多的活动计划的推广里面，其实在各个障碍类别都有很多的运动项目。特别是在寒暑假都会办理这些体验营的活动，包括特殊奥运、听障奥运或者帕拉林匹克运动会，都有这些，希望邀集国小、国中、高中职或者大专院校的学生一起来体验，那可以向下扎根，培养找寻更多的优秀的身心障碍选手一起来培训、集训。因为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哦，就是在寒暑假的时间。然后让各级的同学啊，就像老师讲到了，国小、国中、高中，然后大学的同学，让这些身心障碍的同学可以来体验运动的乐趣。哇，高难度的 step back， 哇，这个真的是一个外挂的存在啊！曾启恩高难度的出手得分，12比2。所以从他的刚刚那个 step back 高难度的出手，就真的感觉出来他的程度真的跟其他人是不太一样。好，曾启恩要稍微在板凳区休息一下，让其他同学上来。还有2分半钟，这场比赛要结束。台南市刚刚精彩的防守，右侧好球。哦，裁判老师是 no call 的哦，所以台南市连续2次精彩的防守，把球给抄了回来。还没有办法，想办法得到第3分。平常在训练防守上，有什么跟同学会特别提点的地方吗？其实我们在3对3最主要还是个人1对1的单防这样子的防守方式。因为如果要叫他们交叉换球或2手1的话，其实他们有时候在训练上比较长时间才有办法反应得过来。所以他们可能专注力也会比较下降，所以就是以1手1为主。这场节奏其实打得非常的快哦，剩1分半钟，差一点点，进攻篮板自己再抓到，再起，所以抢进攻篮板，然后造成了对方的犯规，屏东县队的犯规。屏东县队的背号11号的彭佳庆，刚刚自己也跟教练示意一下，说可能需要换人了。好，曾启恩再回来。台南市队要把握住罚球的机会，差一点点。自己在抓进攻篮板，所以应该也是有 N1 的吗？还是说因为刚是进球，然后哨音响，所以应该也有加罚了。台南市队13号的曾志胜同学，刚刚是一个净算的 N1。其实曾志胜也非常的不容易哦，现在在成功大学的担任行政助理的工作就是也是高中毕业之后，也是已经是一个清华高工毕业很久的学生，是也大概26、27岁了，所以也是成人的特奥篮球选手。那上一届也有参加我们的台南市代表队。这边曾启恩突破速度一样是非常快，但是今天如果真的要鸡蛋里挑骨头，觉得他可能放枪的次数好像蛮多的，可能比较紧张一点点。最后的43.9秒，外围的尝试 ，in and out 差一点点。哇，台南市同学好像眼镜掉在地上，还好刚刚赶快把眼镜拿起来。以
特殊生来说，他们应该戴隐形眼镜的比例应该不高吧？所以都是戴眼镜居多嘛。因为在篮球场上难免会有肢体碰触。刚在前面比赛也有看到这个同学被眼镜给刮到，然后流血。右侧的突破，很快切入到篮底下了，好球，出手得分。这是背号1号的黄俊杰的得分。这屏东县又把球给抄走，剩下最后的10秒钟，13比3。这边被抓了一个2次运球，好，剩4.9秒。台南市队虽然是3比13大幅落后，但看可不可以在这个比赛最后的5秒钟再度的得到分数。最后2秒钟，罚球线附近差一点点。好，比赛的时间终了，恭喜屏东县队，这场比赛就是以13比3，靠着他们阵中这个主力选手背号3号的曾奇恩，像是一个外挂的存在。中场比数是13比3，恭喜屏东县队拿下了这个分组男子组 C 组的冠军，也恭喜他们。是，那恭喜屏东县，那我们也恭喜台南市获得了我们的第3名。好，剩下最后2场比赛，下一场比赛是男子组的 B 组，将由宜兰县队对上的是基隆市队。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等再回到比赛的现场。好，欢迎再回到比赛的现场。我们所在的位置是南投的埔里国小。今天剩下的最后2场比赛，男子组的赛事，首先要来看到的是男子组的 B 组，将要由宜兰县队对上的是基隆市队。好，我们场边也非常感谢长官莅临现场，应该是我们的科长。好，宜兰县队跟基隆市的比赛现在要正式展开。这是男子组的 B 组的冠亚军战，所以运动员的能力的程度是又往上一个等级哦。嗯哼，整体的平均。对，宜兰县队的得分。而且刚老师好像有讲到说，这个 B 组跟 A 组的同学，其实他们的这个能力其实应该跟一般生是都还蛮接近的。对，就大家都是轻度或者是临界组的学生。对。刚刚其实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战术走位哦，刚刚应该是一个 give and go 哦，但很可惜差一点点。禁区的抛投出手，正面打板，好球！宜兰县队连续的得分，2比0领先。那我们宜兰县队也是以头城加3为主，那么这次派出了男女队。那我们基隆市也是派出了男生女生的，由基隆商工。所以基隆商工跟这个头城家商是2支学校都是有男女队的2支球队。
好，宜兰县队在比赛开打1分多钟就已经率先得到了3分的领先。这应该是一个进攻的为例，进攻时间到点，但没有出手。哇，漂亮！到篮底下，哇，反勾出手有了，哇，而且他应该是没有看篮筐哦，靠着非常好的球感跟手感把这个球给抛进。好，裁判哨音响，会有1次的罚球机会。基隆市背号57号，现在染着金发的何婉晴同学，罚球出手没有。好，很快交到了篮底下，好球，漂亮的配合。所以看得出来，宜兰县队的同学蛮多都是利用这种空手走位哦，是，然后在篮底下得到分数。哎，裁判哨音都没响哦，所以比赛进行中。比赛打了2分钟，宜兰县队已经得到了5分的分数。那基隆市还在寻求这场比赛的第1分。进攻篮板再抓到，第2次再起。哇，但下来的时候球没有拿稳哦，哎，但没有回场吧？对，所以应该又被抓了一个违例哦。好，场边有一个暂停的出现。比赛打了2分多钟，那基隆市队还在寻求这场比赛的第1分。在我们宜兰县的教练林玉鼎老师，他其实本身也是，有体育背景的特教老师。好，暂停时间结束。刚刚基隆市这个背号23号的张以翔同学非常有斗志哦。左手拍拍自己的胸膛，很用力的拍了2下。虽然5分落后，但是告诉自己比赛才刚开始而已。切入到篮下，出手没有，球出界。其实基隆市比较可惜的是，这一次虽然报名5个选手，但只有3个来参赛。对，所以我们特奥运动员要出来比赛，其实非常不容易的。哇，这个给球好像应该要给地板球哦，刚刚是直接，哦，所以老师这个手势就是说，如果再有一次这样的话，可能要吹他技术犯规了。漂亮的假动作，晃过了对手，外围的出手没进。进攻时间10秒钟。外围的尝试没有碰到篮筐，这边下手好像比较重一点呢，好像打到了颈部以上哦。两边目前各1次的犯规，球到篮底下换右手上篮出手得分。宜兰县6分领先了，红头球员倒地，篮底下裁判哨音先响，净算 N1。裁判老师要稍微沟通一下。但分数又扣掉了吗？这球是不算吗？不算。对，看起来应该可能刚最后 meeting 完，应该是球进不算。看这个加罚，球悬在地上，
还在基隆市手上。这个防守非常的黏哦，赔上了犯规。这个发球，好像是要发底线吗？哦，没有，应该是要罚球了。好，基隆市要寻求这场比赛的第1分，罚球还是差一点点。哇，很快利用自己的速度突破，上篮出手得分。刚是宜兰县队再度的得分，刚刚应该是背号7号的简伟哲。好，简伟哲拿球，快乐传到篮底下，漂亮的传球给到了队友，背号14号的郑明玉。所以这是简伟哲的一次助攻了，8比0了。简伟哲来了，上篮出手，球滚了一下，没有滚进。哇，这个球最后自己运掉了，跑走了。对方又切入到篮底下了，打板出手得分，背号4号的林炳伟。那原则在篮底下的圆弧，只要投进之后，那个防守队的话不能再去碰触那颗球。就拿到球的时候，原本的进攻队不能碰触那球，必须要离开那个圆弧之后才可以开始防守。所以刚裁判老师好像吹了一个技术犯规了。老师的手势应该是吹了一个 T 啊。基隆市队罚球差一点点。比较可惜哦，就是罚球线上都没有把握住，所以还没有办法破蛋。刚技术犯规，罚球之外还有球权。哦，场上同学有鞋子掉了，但比赛进行中，还把鞋子给直接抛到外面去。比赛还在进行哦，还是基隆市队的进攻，外围的尝试。待会看有没有死球状态哦，同学赶快把鞋子给穿回来。这是23号的张以翔，好，终于可以穿鞋了。哦，比赛是继续。还在进行啊，自己把球给运出来。所以对死球状态应该可以穿鞋了吧？基隆市队23号的张以翔，哇，打得非常拼命哦，应该是要回板凳区穿鞋吗？但因为他们没有人可以换。哦，对，没有人可以换呢，因为杨浩宇跟赵承恩是没有来的。但要注意的就是张以翔的那个鞋带是没有绑紧哦，因为万一没有绑紧的话，其实蛮危险的。所以比赛暂时终止下来。对，虽然比赛是一回事哦，但安全其实也很重要。好，剩下4分51秒，这场比赛要结束。宜兰县队10比0的大幅领先。被他过了。对，好球，10号的尤建华，速度很快哦，篮底下出手得分。这边运球、收球其实都比较早了一点哦，让对方又有一个轻松的上篮突破。14号的郑明玉的得分，12比0。基隆市队现在比较辛苦的就是他们。就是守不住之外，其实他们进攻端其实也遇到了很大的麻烦。好球，简伟哲的助攻给到了14号的郑明玉，再度的得分。所以基隆市就这场比赛看起来就比较多这种外围赌博式的投篮哦。郑明玉的再度得分，哇，14分喽。那如果21分一样会扣斗的，是的。就剩最后的7分了。
篮底下打板出手没有，简伟哲来了，打板出手没有，篮底下再起，简伟哲打板还是没有。好，基隆市外围的尝试打板有了，好球破蛋喽！而且这是一个外围的尝试哦，所以是一个2分球。虽然是打板的哦，有点 lucky 成分，但真的净算就是好球了。我们宜兰县要喊出暂停。宜兰县队要喊出暂停，14比2。还有3分15秒。那恭喜基隆市终于在对方严密的防守之下，在外围尝试投进了一个2分球。是。其实我们特奥运动员有时候就是，手气好的时候，默契来的时候，其实怎么挡都挡不住。所以对特奥运动员来说，其实像前面也有看到其他男子组的同学也有这种专门的射手。所以他们如果手感找到的话，其实，在3对3的比赛里面，因为分数并不多啊，所以这个2分球其实就也还蛮重要的。基隆市终于破蛋之后，这个高难度的中距离出手没进。好，领先的宜兰县队把攻势给放慢。4号的林炳伟切入到篮底下了，单手的上篮突破有了，好球。哇，利用自己的速度哦，然后靠一个时间差切入到篮底下。这边被抓了一个违例了。这是男子组的 B 组的赛事。进攻时间稍微拖一下下。哦，漂亮的传球。又是一个空手走位哦，尤建华，好球。16比2。林炳伟右侧的突破，上篮打板球进。17比2，距离21分，剩下最后4分了。以现在场上基隆市现在15分的大幅落后，那不知道球评会给他们什么样的意见？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是我啦，我就会让2军啊，或者是让更多的学生上来，让更多的特奥运动员上来体验看看。那如果以输的这一方的话啦，就是尽量还是让他们把它完成比赛这样子。那赢的这一方可能就是让二级的选手让他们上来体验这样子。就在实力有一段的落差情况下，可能让板凳选手上来，然后体验一下。但比较辛苦的地方就是基隆市队是没有板凳选手。好，再度篮底下的上篮出手得分，19比2，剩下最后的2分，宜兰县队就可以提前结束比赛。好，郑明玉把球给救回来，给到了林炳伟，把攻势给放慢。示意队友走位，没有空档的情况下，自己的切入上篮，出手得分，20分喽，剩下最后1分，21分就可以提前结束比赛。好球，外围的尝试，3分线外的2分球出手得分，所以基隆市队也蛮不错的哦，投进了2记的外线。示意队友走位，给到篮底下，差一点点。宜兰县队差1分就可以结束比赛。但这是一个14秒的进攻违例。前面的比赛其实其他男子组的学校也有得到20分哦，但差一点点可以结束比赛。所以应该这2天还没有球队得到21分过，还没有过。所以宜兰县有办法创下这一届赛事的纪录吗？哦，看起来好像也没有要攻了。其实就差最后那1分，那时间是剩下14.2秒。中距离出手没有，到脸。对，哇，有球员倒地嘞。
背号23号的张以翔。哇，希望他没有事哦。现在因为他在篮底下还是手捂着脸哦。好，这场比赛恭喜最后宜兰县队就是以20比4大幅度的差距拿下了这个分组男子组的 B 组的冠军，也恭喜宜兰县队。好，再稍微休息一下，等等下一场比赛是今天的最后一场比赛，男子组的 A 组，台东县队要来对上的是新北市队，也请您持续的锁定我们的现场直播。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等再回到比赛现场。好，欢迎再回来，欢迎您跟着许博仁老师以及我周伟玲一起来欣赏我们特奥篮球今天的最后一场的比赛。画面上看到的就是我们特奥篮球男子组的 A 组的冠亚军战，新北市队要来对上的是台东县队。那台东县跟新北市也是我们上一届全国生藏运的 A 组的冠亚军，今天再上演一次。那上一次我记得好像台东县以1分还是2分之差获胜新北市。那这两队其实都传统的劲旅，所以新北市这场比赛要来复仇了。是。好，这场比赛正式开始。那可以看到我们的特奥运动员，其实看起来他们打篮球啊，或者是运动的方式，其实跟一般人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异。因为以这个 A 组的这些球员来看，前面老师有介绍到说，这个是要智能测验在70分可能边缘的同学们，所以看起来其实他们可能跟一般生是没有太大的差距。好球净算 N1， 新北市队背号25号的朱志宏，这个切入的突破，球进之外还有哨音的响起。那朱志宏也是我们对中华台北特奥队这几年的国家队的选手。那本身也是目前是黎明技术学院的大学生，来自于黎明技术学院的朱志宏加罚也有，连续的2分得分。那台东县呢？我昨天也听到台东县关山工商这3位球员都是关山工商的篮球的校队。哦，好球哦！所以本身也是校队，也是本身的特奥运动员。是，哇，这个 pump fake。哇，刚刚那个高难度的出手是第2时间呢，在有对位的情况下，然后还把中距离给投进，然后刚刚这个球出界还差点打到我们主播台前的电视哦。那我们工作人员很紧张哦，因为打到我还好，打到人还好，不要打到电视啊。目前比数是2比1，新北市队2分领先。朱志宏来了，踩一个欧洲步，好球，出手得分。
所以两队上一次的交手是台东县队拿下胜利。是，所以这场比赛新北市队要来复仇了。今天裁判老师吹的是 Jumbo。比赛才开打不到1分半钟啊，看得出来这场比赛的张力又更强了。两边的实力都非常的接近。进攻犯规。裁判老师吹的是进攻犯规，所以会不会是可能朱志宏刚刚的护球手是不是可能有拉的动作？左侧的切入，虽然球没进哦，但是造成了朱志宏的犯规。那其实我们 A 组其实蛮竞争的，另外一队的桃园市其实他们都是以差1、2分的分数是获胜的。好，现在台东县队要来罚球。那据说国山工商这个30号的选手，台东县的选手本身也是校队的先发球员。林旺盛，从他的同球动作啦，还有他这个强壮的大腿跟小腿，看得出来真的是校队的选手。3比2，进攻时间剩2秒钟，朱志宏自己的突破造成了犯规。好，场边要换人，台东县队把背号13号的选手给换上来。13号是邱伟恩，现在来到了场上。外围的尝试稍微偏了，给到右侧，朱志宏来了，这次的出手没有，自己在抓进攻篮板。禁区内空间比较拥挤哦，但还是自己要选择出手，造成了对方的犯规。朱志宏要再度进行罚球。罚球这次也还是没进。台东县现在追到1分差，外围的尝试劲射很安稳啊，脚好像哇，但是他的右脚脚踝好像刚是不是落地的时候有踩到对方的脚哦？哇，这个外围右侧45度角的3分球出手球进，然后还造成了犯规，所以变成台东县队4比32分领先了。但是麻烦的就是投进的这位选手哦，现在迟迟还没有办法起身呢。现在赶快防务员上来，他的右脚哦，现在可能还没有办法起来。30号的林旺盛，林旺盛，他们的主力选手哦，哇，现在可能麻烦大了。透过慢动作，我们再来看一次，啊，这个新北市的11号陈文贤。他在对方落地的时候，脚好像是没有收回来的。是。当然，相信陈文贤应该也不是故意的，但就是对方落地的时候，脚刚好在对方的脚上。但球进，然后罚球的话，应该是要换其他人来罚球吗？还是要来确认一下他的状况？好，林旺盛现在自己起来了，右脚的鞋带绑紧之后，场边响起了如雷的掌声。他是我们台东县的主力选手。所以应该自己可以起身是好事哦，但可能还是要让其他同学来罚。20号的王天佑现在来到场上，那应该是要让77号的田浩翔来罚球。田浩翔是左手持球的选手，然后罚进了田浩翔。对，球是有罚进的。
好，所以是5比3没有问题。新北市队很快回击，得到了分数，4比5，很明显。对，靠在对方身上，陈伟老师 no call。那本来一开始领先很久的新北市队，现在变成1分落后了。朱志宏，阵中的主力选手，现在要跳出来，踩欧洲步进来，拉杆，出手没有，篮板球，最后球出界。场边要再换人，林旺胜要回来了，休息不到30秒钟哦。刚刚右脚算是有点踩地雷啊，然后赶快起身之后鞋带绑紧，再回到了场上，5比4。朱志宏自己的突破，抛投出手 ，It's good。两队5比5平手了。哇，朱志宏还把球给抄回来。这边裁判哨音响，哇，抓的应该是林旺胜的犯规啊。刚刚林旺胜对上朱志宏，这个对位非常的精彩。5比5的平手。外围的尝试。哦，好球！是我们的王天佑，20号。对，那底线老师的手势好像是一个踩在3分线上的出手，所以这个球应该是只有1分而已啊。以现在6比5，两队比数非常接近哦，不知道老师怎么看？说后面这场比赛可能最后6分多钟，比赛的胜负应该会是在哪边呢？因为他们 A 组的选手其实能力都相差不大，其实都差不了，其实就是差在那1-2颗球而已。可能就是临场两边可能主力拳手的表现，可能就是朱志宏跟林旺胜。哇，高难度的出手有了，台东县队7比61分领先。哇，这个传球要找朱志宏哦，但发生了失误，朱志宏现在直接苦蕊啊，直接跪在地上。这是我们今天转播的最后一场赛事，男子组的 A 组冠亚军战。拿球是林旺胜，示意队友走位，上来帮忙卡，外围的尝试，出手力道就偏了。篮板球被朱志宏给掌握住，朱志宏应该要选择自己突破了。哎，右手好像有架在对方的身上哦。球权回到台东县队，林旺胜禁区内抛投出手没有，朱志宏的篮板。保留线附近跳投出手打板也没有。场上感觉两边的球权好像台东县队跟新北市队都集中在他们的主力选手。那其他的选手有没有办法跳出来就非常重要。大概是我们今年度特奥篮球最高层级的一个冠亚军的赛事。比赛的张力非常的强哦，朱志宏跟林旺胜两边的主力选手，今天在得分的表现上都非常的好。进攻时间剩不多了，最后2秒钟、1秒钟，外围的尝试。好，双脚有离开，切入到篮底下，也没有。地板球给进去，比较拥挤啊，勉强的出手有了，好球，跳出来了，我们的邱伟恩，邱伟恩的得分，帮助台东县队8比6，现在变成2分领先。朱志宏决定自己投，出手没进。新北市这样是要来复仇的。一开赛其实是一个4比0领先，但是在对方一个三分线外投进之后，现在变成了2分落后。朱志宏中距离出手有了，先追1分回来，7比8。林旺胜把节奏给放慢，给到左侧的队友，抛投这个球滚了一下，没有滚进。
朱志宏台东县的犯规。台东县的犯规应该是犯在朱志宏的身上。朱志宏不止进攻能力强哦，他争抢篮板的意识也很好。两队是各5次的犯规，球权集中在右边。高难度转身，哇 ，in and out， 差一点点呢。剩下3分35秒，两队仅仅8比7，1分的差距。林旺盛自己来了，跌跌撞撞球到篮底下，打板出手得分，9比7。中距离尝试，林旺盛在左边对上朱志宏，强强的对决，这一次被朱志宏给挡下来。台东县队外围挑投的尝试没有，这个救球，但裁判老师好像哨音有先响哦，因为看起来是台东县把新北市的选手推出去。现在两边打的节奏都非常快。以老师来看，如果你要叫落后的，应该说领先的台东县要把节奏放慢是有可能的吗？还是说其实场上同学真的其实很难慢下来？其实很难，因为我们特奥运动员其实在场上，其实他要受到太多干扰的话，其实他的注意力会下降。那就看他们自己在场上的表现了。是，好刚。其实现在原则上教练在跟他讲一些战术的话，其实很难可以执行这件事情。好，刚朱志宏有投进了一个中距离哦，所以8比9追回1分。场上有个哨音的出现。新北市的11号陈文贤现在刚刚这个 hard foul 倒在地上，步履蹒跚的走回到场上。陈文贤应该体能消耗也非常的快了，现在还是双手撑膝盖。要来执行罚球，这个罚球真的要把握住哦。新北市今天罚球线上其实把握的并不好，滚进去了，9比9，两边平手了，还有一个罚球的机会。我们陈文贤也是已经打了将近10年特奥篮球的一个选手。第2罚没进，最后球权在哪里呢？在林旺盛的手上。林旺盛来了，突破的速度很快。很扼腕啊！这个切入球没有放进，但是裁判哨音响，9比9。现在应该要换人，哇！而且要换2位的选手，20号跟13号。台东县队把王天佑跟邱伟恩给换上来。好，林旺盛的罚球。罚球之前还稍微喘一下气，这个罚球没有罚进啊，9比9，剩下2分15秒。朱志宏，ISO， 应该要自己上啊。好，林旺盛防守守得非常的好啊，14秒的进攻威力。林旺盛来了，自己的突破打板球进，10比9。好像没有回场吗？是一个翻球的威力。新北市队发生了一个比较严重的失误。依旧是林旺盛拿球，自己切入球掉，没有犯规。林旺盛，这个救球。他最后自己还打滑了，而且他的右脚其实刚刚是有伤的，同学要拉他拉不太起来呀，太抽用了。好，场边要喊一个暂停。新北市队9比10，目前落后1分，场边喊出了暂停。其实我们这些特奥运动员如果去参加一般的比赛，其实也不一定会输哦。真的，以这个林旺盛跟朱志宏的程度。因为老师刚讲到说，这个智能测验是在70分的上下。是，以这些同学来说，其实他们可能跟一般人没有差太多。
对。那他们在平常生活中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吗？比方说，他是不是反应会比较慢吗？还是有其他状况？在我们智能障碍鉴定图的第一个是智力测验之外，还有一个叫社会适应量表的一个测验。他可能在社会适应，比如说搭公车的能力，或是阅读的能力，或者是各方面的生活能力上，可能会比一般人来的弱一点点这样子。所以外表看起来其实跟正常人一样，但是可能就是老师讲的这个生活能力，对，可能最基本的可能搭公车啦，或是其他生活的一些状况，可能会有一点点落差。是，所以透过运动，或许可以改善他们很多各方面的能力。特别是他们的健康的提升。对。好，暂停回来，10比9，落后1分的新北市队 ，handle 又给到了朱志宏，决定在弧顶拔起来了，2分球进。我刚刚差点要讲 4-3 啊，但应该是一个 4-2，2分球进，所以新北市队又再度取得领先喽。哇，这边自己的突破，进攻犯规啊！林旺盛的进攻犯规，哇，决定自己靠着能力突破。他在跟裁判老师稍微 meeting 一下，这个进攻犯规，要把球权还给了新北市队。好，所以裁判老师警告台东县队。朱志宏，前面就是他的弧顶投进了一个2分球哦，帮助球队再度取得领先。走步了，这动作太高级了，不止晃到对手，把自己也晃掉了，发生了失误。那这是落后方台东县队的机会了。好，林旺盛应该自己攻的机会非常的高啊。左侧的切入打板也有，11比11，两队平手。朱志宏自己拿球，剩不到1分钟，踩欧洲步进来，抛投的出手也有。朱志宏跟林旺盛双方你来我往，哇，两个人对位到了哦，给队友好球，右边自己出手没有，林旺盛自己再进来，净算完。哇，露出他强壮的2-3投击啊！看他 Russell Westbrook 的那个动作啊，这个球进还有犯规的出现，哨音响，要来执行加罚。而且看手势是不是要罚2球吗？应该是已经超过7犯了。对，超过7犯。那刚刚球是有进的，然后要来执行2次的罚球，2罚很重要哦。林旺盛第1罚，今天两边主将这个林旺盛跟朱志宏，就是罚球线上把握度稍微比较差一点。林旺盛第2罚，还是没进，2罚都没有，但篮板球 long rebound 掉在自己手上。林旺盛看了一下旁边的时间，决定自己要攻吗？地板球传进去，林旺盛又拿到球了，小球给进去，这个2分，应该是1分啊，1分，最后一波进攻。对，台东县队刚得到了分数，哇，新北市队再把比数给扳平，哇，最后1秒钟，好，时间到点，13比13，哇。现在要来，应该是要来打 OT 了哦。朱志宏还倒在地上，所以现在应该要来进行延长赛了。哇，两边13比13，在最后的不到半分钟哦，最后的30秒钟，其实两边的选手都各有一个高难度的进球。所以两边变成了13比13的平手。那要来确认一下，就是这个 OT 延长赛的时间是要来打多久啊？
刚刚我们裁判长许博仁老师也来确认一下场上的状况。根据3对3的规则，他们要先得2分的获胜，要加2。好，所以就像前面这个我们裁判长许博仁老师讲到的，13比13，然后延长赛是先得到2分那一队就获胜，对，要赢2分以上，2分以上。进入延长赛的阶段，分数必须先得2分的队伍获胜。对，场边广播也讲得很清楚哦，延长赛要先得到2分，而且要2分以上。所以可能更考验两边的主将，是因为得分能力比较高，所以没有时间的限制哦。嗯哼。好，所以延长赛是没有时间的限制，而且类似这个过往几年这个 NBA 明星赛的制度哦，所以先得到分数就谁先获胜。所以朱志宏跟林旺胜，林旺胜刚刚是在这个右脚踝其实有受伤的情况下，后面还是挺身而出啊，是算是一个人扛住了全队啊。那现在林旺胜这个脚步上看起来应该是没有大碍，但所以在延长赛的话，其实很难说得定到底谁比较有优势，因为或许你先得1分，但是另外一队可能用3分球来个2颗，可能就比赛就结束了。嗯哼。所以现在可能更考验两边的这个3分线外的2分球的出手。好，延长赛的第一波球权是新北市先拿到，哇，球还好在朱志宏手上，朱志宏对上林旺胜，1对1，朱志宏从左侧切入，抛投出手有了。延长赛新北市先得到1分，林旺胜自己想要讨回来，左侧自己切入，这一次被挡下来，朱志宏拉下了防守篮板。朱志宏看了一下时间，进攻时间，哇，应该是哨音有先响嘛，但是抓了一个是翻球哎，但朱志宏应该跟裁判老师示意是好像他有被犯规哦。好，所以是朱志宏的违例哦。台东县队暂时1分落后，林旺胜把球给传出来。哦，2分球尝试 ，is good。结束还没结束，还没结束，还没结束。但是现在好像冲出来了，15比14。哎，先得2分吗？哦，先得2分结束。对，所以先得2分结束，所以不是2分以上，得到2分就结束了。OK， 所以对哦，延长赛啦，对延长赛 ，OK， 所以先得2分，等于说台东县队刚刚的这个2分就是一个buzzer beater了。好，老师怎么看最后延长赛两边的表现呢？因为其实我们办特奥比赛那么久，很少会遇到平手这样的一个状态，对不对？好，所以台东县队这个等于是一个绝杀哎。对，而且台东也再度的连霸了我们的那个冠军这样子。嗯哼，好，所以这场比赛哇，新北市队其实前面是先取得领先的，但最后打到了延长赛，然后在台东县队是一个buzzer beater拿下了这一次我们特奥篮球男子组 A 组的冠军，也恭喜台东县队再度拿下了胜利。是恭喜我们台东县。嗯哼。好，今天的7场比赛，其实从前面女子组的3场比赛跟男子组的4场比赛，其实都打得非常的激烈哦。那最后这个我们裁判长许博文老师还没有什么话想要来跟所有正在收看的球迷朋友们来分享。其实我们在全国身障运动会或者是在台湾办理的特奥篮球比赛，大概都有10多个县市在参加我们的特奥比赛。那也越来越多的县市一起参与，越来越多的学校参与。那我们希望就是未来在推展特奥运动的时候，可以让每个县市都有。那希望包括离岛或者是一些比较小的城市，也可以一起参加我们的特奥运动。那也让更多除了我们的一般的特奥比赛，我们还有融合的比赛。那欢迎大家也一起来共襄盛举。对，这是我们很难得的转播机会哦，希望能够让其他可能正在看球迷朋友的其他的这个特殊生，如果有看到这个比赛，希望也可以让他们来从事运动。好，那我们今天的7场的转播到这边就要完全告一个段落了，也非常谢谢我们许博文老师今天的讲评。我是周伟林，非常有
应该是非常荣幸哦，能够有这个机会来转播这一次的特奥篮球。我们的转播到这边就要完全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之后的比赛再会了，拜拜，拜拜，拜拜，谢谢，谢谢。